Hello，大家好，我好久没有录影片了。今天这集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是一个访问身心灵老师的系列。那今天的来宾是我的咨询老师，也是身心灵老师的小明。嗨，大家好，我是小明。好，那我会想开始这个系列的原因是因为过往都是我自己在通灵嘛，然后我好像希望有更多不同学派或不同派别老师的想法或意见，所以今天也想要问小明，然后也想问小明的指导灵，对，然后想问一些问题，那我们就开始今天这集的影片吧。好，那接下来就想请小明自我介绍一下。好，那大家好，我是星际通灵师。通灵师本来就是通灵师，但我偷偷加了星际2个字，其实是因为我的指导灵很特别哦，他是一个外星人，他是一个昴宿星人，他不是地球人，所以我一开始跟这个指导灵相处的时候，我是很困惑的，因为他所讲的东西我都听不懂。光是他突然告诉我时间不存在这件事，我就觉得很害怕。毕竟我是人，我就想说，时间不存在，所以我跟这个指导灵相处了很久。那我也发现我活得越来越不像人类了，真的会有一种更跳脱人类的框架。那我跟我的指导灵啊 Ring 啊，已经合作了3年，这样子。对，我们合作了3年了。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就想先访问小明这一段，然后就会想问小明，这3年带给你什么改变？而且为什么你会开始跟 Ring 接上呢？对，很多人都会问说，要怎么样连上指导灵，或者是你是怎么跟 Ring 接上的？其实呢，我因为家里有内在小孩的议题，就是我的家庭创伤，我就踏上了身心灵这条路，我就一直学，学了好多课，有课就报名。那个时候很像疯了一样，就觉得人家说哪里可以疗愈，或哪里有效，或怎么样，只要是身心灵，我就说你推荐给我，我去上。上了很多课之后呢，在某一堂课啊，那个老师是带一个冥想。那他说这个冥想会带你去看到你的指导灵，那我就在冥想中 Ring 就跑出来了。对，那 Ring 就跑出来在我耳朵有点像是在脑海就跟我说，我总算见到你了。我想说你总算见到我是什么意思？是你等我很久吗？他说对啊，我等你很久了，我一直都与你连线，从你一出生的时候我就一直待在你旁边，但你没办法跟我连线，那现在你总算跟我连线了。我说好，那你等我干嘛？他就说没有干嘛。我说没有干嘛，好，那你要干嘛嘛？他说没事。我就说那你是谁？他说我叫光之使者。我说你的名字很酷4个人，4个字很像日本人。我说好，光之使者没有干嘛。对，他说没干嘛。那一次连线之后呢，他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一直讲话，一直讲话。我不用特别去连它你不用特别专注静下心来，不用，平常就一直背景很可怕。那个可怕多可怕，就是我还在上课，对不对？那个冥想课过后还在上课啊，那身心老师有在教啊，他那个时候就提到说，其实呢什么过去现在未来应该是不存在的，他就在讲这个东西。然后 Ring 在旁边就说我知道，我告诉你什么东西是时间的真相。他就在我脑海里面展开时间的样子，它是一种平行时空的画面。然后我就眼睛看着白板老师上课，然后我脑袋听着 Ring 在教我的东西，然后他就告诉我说时间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想说你现在的意思是要我上台跟老师说吗？他说也可以啊，让人家知道时间的真相。我说不行，我不是老师，我要尊重老师。反正就是之后的1个礼拜，我跟人家相处，他就会一直补充。对，比如说人家会提到很多，我跟你讲我的前世怎么样，他说我告诉你前世是什么什么，他就会这样子。那这个状况只维持1个礼拜，1个礼拜而已就消失了。之后我就见不到他了，所以我就很紧张，我就跑去问我的老师，那个你是见到他的实体吗？脑海吗？说他的画面是怎样？画面它是脑海画面就是我们打开眼睛是看不到的，但你可以知道有人在你的有点像旁白讲话的那一种旁白，然后你找不到他，但他存在。可是你要看到他可以，你要闭着眼睛
去感受它的样子是可以的。它的画面很像它是光圈，然后有7层，然后很像弹簧，对，7层弹簧，所以是一层一层，对，那种光圈。然后大家都像我哥都叫它米其林轮胎，对，因为就是这样子7层。后来我发现那应该是它的脉轮，因为它就是他们这里有脉轮。应该是没有，但它的那7层，它的红橙黄绿蓝靛紫是轮流的它并不像我们红橙黄绿蓝靛，对，它是一直轮流动，然后就7层，很像弹簧然后就这样飞来飞去，它的画面长这样对，非常可爱。然后你刚刚是说我这3年有什么改变，对不对？其实改变蛮大的，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很难过，就是我家庭议题，我就觉得我内在小孩没有被疗愈。那 Ring 直接告诉我很多真相，那些真相很难理解它的真相是看透本质的真相。比如说我先讲阿嬷，过年过节阿嬷喜欢煮萝卜糕，可是我真的吃不下，我就会跟阿嬷吵架。你会吵架？会啊，因为阿嬷很烦她不相信你不饿。你就说我真的不要，我不饿，他就说再1片就好。哇，你阿嬷不会这样吗？我都会直接吞下去，我是乖乖的。你怎么会？可是你吃不下了，我就吃不下，我就跟他说我真的不吃了。他就说不然我煎蛋给你吃。我说你煎蛋我也不要吃。他说不然你要吃。我说我不饿，我就是不饿。你怎么都听不懂？你如果真的去煎了，我死都不会吃。哇，因为太烦了，而且煎了没有人吃是浪费。那我就会这样跟他吵架。那一天我心情就很不好，我就跑去大门口就跑出去，因为我跟我家人他们都一定不会听我。不会。对，因为这是我们日常嘛，就是跟阿嬷吵个架，大家都太习惯了，他们应该不会理我。我就问 Ring 说 Ring， 我跟你讲，你刚刚的情况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我说阿嬷好烦他就说这个他说人类对你的爱让你觉得很烦吗？我就说对我的爱也对，可是我觉得太多了。他说所以你是希望阿嬷不要爱你吗？我就说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希望适可而止。他就说可是他就是这就是他对你的爱所以你不希望人类爱你吗？我说不是你很烦你也听不懂是不是？我就断开连结了。或者是你希望他爱你的方式不一样，对，或适可而止，就是你也要尊重我真的是不饿，吃饱了，或是对。那 Ring 我就断开连结，因为Ring 很特别，他只会看到本质，因为他看不到肉体。他的世界都是能量组成的，所以他去读取对方就是这个人正在给我爱。他以为就是这样，他就只看到能量，对，爱，对，这就是爱，然后他就会误以为我们是不是很讨厌这个爱，可是我就有时候被他洗脑久了之后去看阿嬷，你那个感觉就变了，就是他又是问你说，请问你要不要吃萝卜糕啊？你要不要煎蛋啊？你就会发现，我们被爱了，也是被关心，对，然后那个内在小孩的创伤就这样慢慢的消失了。很神奇的就是我们以为我们的家人不爱我们。可是其实不是，我们没有发现他爱我们的方式，对的方式，这个很可怕。所以会不会我们来地球就是体验爱有很多种即使是很强硬的，或者是很让你不舒服的，本质也是爱。对，那个是爱的变形对，只是我会有些爱，我会称为畸形的爱，就是很强迫的那一种，对。可是那个就是那个人类对你的爱，那不一定要接受，可不接受是可以的。对，是可以不接受的。对，但光是信念转化成这个是爱，你心情就会好很多。那你现在跟阿嬷的关系还好吗？我们变得我更愿意接受他不会改变这个事实。你已经接受他不会改变，因为我以为跟他讲我不饿，他会信，没有，他根本不相信。然后我们认为人会改变嘛？原来他不会改变。这个是 Ring 跟我讲的第2堂课。就是我有一次问 Ring 说，为什么我已经跟阿嬷相处了10几年了，我就说我不饿还是怎么样，他不信，他就说其实这个世界是幻觉。你刚才讲的话很可怕呢，要么在课堂上就跟我说时间是假的，突然又跟我讲幻觉。我说什么意思？他说这个世界就只有你是真的。我说那阿嬷不是真的吗？他说阿嬷不是，阿嬷是幻化出来的镜子。对。那这个镜子的意思呢？他用一个词叫 NPC，就很好懂了。
他说阿嬷是你的世界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的目的就是这样子，你每天问他一样的问题，他就是会回答你一样的，对，就像我们去 NPC 买装备，他永远都有装备卖你，很奇怪，都不会缺货的装备。对，所以我就说那阿嬷是假的，代表说我对他可以不用那么认真，就是我今天突然想要打他也可以，他说当然可以啊，如果你想打他也可以，就代表说他要告诉我的意思是你不用对人类这么认真，他就不是那么真实的，对，就不是那么真实，对，所以可以不用那么认真，可以随便我被咬了就什么东西，就是我不饿，我不饿，你甩头就走也可以，你不跟他较劲也可以。可是人类会跟一个人较劲，就是因为我们之间是有爱的。那个有爱，就是因为我希望你听我讲话，我希望你尊重我的感受。对。可是如果你知道他是 NPC， 那个感觉很奇怪哦，你会懒得跟他吵，因为你的力气不想要花在一个虚幻的东西身上。那我做这个改变之后啊，阿嬷就会说，就是比如说吃个萝卜糕或煎蛋嘛，你就会说哦我不饿啊，然后那个情绪已经降很多了，然后他就会说不然我去弄，我说你可以去弄，但我也不会吃，对，然后就会有一种随便你，那个随便你是因为你已经把它当成假的了，那他真的弄了，我不吃会发生什么事？以前的我旧的小明会有愧疚感，这是阿嬷的爱心，他煎了5颗蛋，我阿嬷数学超烂的，一个人吃5颗蛋，我问号，然后可是现在新版的小明就是阿嬷煎了5颗蛋，我也不吃，因为我跟他讲说你煎了我不会吃嘛，我就是没有愧疚感的那一种，因为这个行为是假的，是虚幻的，就是有点像是阿嬷的爱，他想流动我就让他流动，我选择接不接受，是，对。所以我也是NPC，每个人都是 NPC。对，每个人就是 NPC。所以在我的世界你是 NPC， 对，相反也是。对，我们是透过镜子来看彼此。对，看彼此的，是的，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就叫非我，你就是我，你就是非我，透过非我的方式才能看到不同面向的你。对。所以比如说一些可能家族纷争，或者是公司主管霸凌，其实那些也是某种意义上，它也是让我看见我一直很脆弱，或者我一直怎么说内在小孩的创伤没有满足，有一些情绪，那就是让我们看见的贵人。我们会体验那个剧情，比如说家族创伤或公司霸凌，但我们体验那个剧情并没有要学习，有些东西是学习，对，有些东西是写在该死的灵魂蓝图里面。对，真的就是身心灵界充满一句我不认同的话，可能我的指导灵是外星人，所以他给我的东西我只相信他，但我相信他是有一些原因的，我发现他的东西是让我更开心的，谁让我更开心我相信谁，就比如说佛教、基督教、天主教，谁让我过得更开心我就会相信那个宗教，我会相信某一个很强的信念，就是身心灵界在流传说这个事情的发生一定有可以学习的地方。对啊，就是比如说我看到比如说我的父母骂我，还是我的父母纷争，一定是从这个事件我可以学习。Rin 就说没有什么好学的，这个就是体验。我说，可是为什么要体验这件事？不公平啊！那我们都会想要问，是不是我的前世干了什么坏事？对，那我干嘛体验这么衰的事？好，别人的家庭幸福美满，我父母吵架是什么意思？不然就是可能我爸打我是什么意思？我为什么要过这种生活？那他就说没有为什么，然后也不用去追究为什么。你们认为的因果是不存在的，因果也不存在。对，因果不存在，这个东西只有体验，他也没有要给你学习。所以我就问他，所以我可以从这件事情不要去探索。我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吗？他说当然可以啊，为什么你要一直学？你本来就不缺东西，你干嘛一直学？我说可是大家都说一定要让我学到的，比如说我在公司主管霸凌我，一定是我哪里做得不好，主管才会霸凌我，我要学点什么？他说不用，有时候是你们的。其实 Rin 的因果跟我们会不太一样，他的是因果是一种平衡的意思，就是互相平衡。对，其实伤害了你。我们的因果是你伤害了我这一辈子会伤害你，但它的平衡不是这个意思，它的平衡是指说你的前世做了某些事情让我有愧疚，所以这一次我有愧疚，不是伤害是能量，因为他只看得到能量，所以我今天砍你，你死了，我如果不带愧疚感的砍你，比如说希特勒这种不带愧疚感的砍你，他下一辈子不会受到任何因果反噬，因为他的能量不存在，所以让他觉得我这样做也没错，对，我怎么屠杀也没有错，对，我怎么伤害也没有错，对，
如果内心有愧疚，反而就会那能量就残留了，下辈子需要平衡回来。所以我要把我这个愧疚感平衡回来，我就要别人去会对你不好，我就要去或者让你体验被伤害的之类的或者是被怎样攻击的。你为了还债的那个感觉，为了还回去那个愧疚。哎，对对对对，所以因果不存在，所以不是指表面行为的因果，或是因果是能量能量。哎，对对对对，能量的平衡。对，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忍受被霸凌，其实只是因为很多人觉得冤亲债主啊，或者是这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可是实际上或许只是你愿意被他霸凌，是吗？你怎么可以把秘密讲出来？你的观众可以接受吗？如果可以，我什么都要讲哦。没错，你应该吧？你愿意被他霸凌，你讲得太好了。在Ring 有另外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虽然会经历一些所谓的体验，比如说你生长在破碎的家庭，这是体验，对不对？对。但当你真的有能力的时候，你可以做出选择而跳脱那个环境，就代表不被霸凌。对。那再来，霸凌是一个行为。什么样的能量构成霸凌？这个才是 Ring 看到的事情。举个例子，这个主管今天派很多工作给我，我就觉得他在霸凌我，对不对？但如果你的心境一转，你是比如说你本来就是喜欢帮助别人的人，他就不会有霸凌这个概念。但他前提是不要自己，或许觉得他在提拔我，让我练习这么多。对，他会转念，对，要么你在提拔我，要么你是帮助我练习，还是怎么样？所以只是想法的不一样。对，想法的不一样，所以那个我们说的霸凌行为，在 Ring 的世界都要转换成能量。不代表说我工作丢给你就是霸凌，有可能是我从这里学一学啊，你提拔我之后，我就自己开一间公司了，因为我都学起来了，这也很好啊，这样就不算霸凌啦。对啊，我反而是偷走你的技术。对，所以你这3年都是跟 Ring 通灵，然后传讯，然后改变人生这样。对，然后改变我最大的是我的个案们。个案，因为我本人很懒，我不念经，你看我还能喝奶茶，然后我也不吃素，就是我不喜欢做功课。那我有跟 Ring 确认，我说人类需要吃素什么？他说不用，我们是来地球体验的。如果你们是可以吃各种食物的话，本来就要吃，就是要玩得开心，不然你干嘛来地球？对，也大老远从卯宿星来，就只为了吃素念经，这很奇怪。那我因为不会主动去连他，我什么时候要连他？有个案的时候，那个是被逼的。所以现在平常不会在你旁边就不会了，模式改了，就是主动连线他才能讲话。对对对，像 ChatGPT 你问他，他才会回你。对，是这样子。所以这么多个案，这几百个个案章下来，那他们都会问人类的问题。问我本人在旁边也可以听得到，然后就越学越多。我是这样子从个案的问题中去学的。难怪。对。哇，那现在小明有什么服务？你刚刚说有个案啊？对哈，我有2个服务。第一个服务叫做指导灵咨询，就是我会连接 Ring， 然后对方就可以跟 Ring 聊1个小时。直接面对面的那一种，所以就是你需要先准备好问题，然后你可以跟 Ring 问所有问题。我会建议不要太地球，比如说工作要做什么，为什么不要问这个？因为他们的世界没有时间线，他们的世界是平行时空，就代表说，请问我可不可以去当工程师？他的一条时间线就是你可以当，另外一条就是你不能当，因为这2条会同时发生。但我们的意识是线性的，我们的意识只能体验其中1条线。对，可是这2条其实是同时发生的所以 Ring 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人类会问可以跟不行，因为对他来说都会发生，就是人类的潜能是无限的，所以什么都可以问，但不太建议不要问太地球的问题，因为你会得到的答案会很奇怪，他会说都可以。都可以，我要不要去追这个男朋友啊？都可以，要不要分手都可以。所以他没有像是那种我们以为会有命定的那个伴侣或者是什么样的工作啊，他不叫说你什么方向都有的意思。对，因为他们的世界就是因为我们是3维嘛，对，在4维的世界，他们一直是存在无限可能的世界，无限可能。对，所以他们是更跳脱框架，然后可以玩得更开心的。没错，这个就是我的其中一个服务，叫指导灵咨询。那
第二个服务是近期才有的，就是通灵课。通灵课，我开了一堂课，然后再教大家如何连上自己的指导灵跟自己的高我这样子。但虽然叫通灵课，我觉得名字可能要改一下，因为我开班下来，我有一个困扰，就是我可能是我能量的关系吧，我会不小心把学生的频率拉到太高，快要接近造物主源头合一。这么高，已经是源头了，所以就很接近哦。哇！然后越高的，因为根据同频率相吸，所以你到什么频率，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指导灵来的。我们其实背后有指导灵团队，我们不是一个指导灵，所以你的频率越高，你会根据你什么频率就直接往什么地方连，对不对？大部分都连得太高，然后就会怎么了？因为高频的灵很安静。他们是一种能量上的陪伴，就是越有能力的人，他们越不爱讲话。对，所以对，所以我的个案有时候会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心境放松，甚至有一个还入定，就不公平。就是我们修炼那么久才能入定，他在我的课就入定了，然后他体验到这些体感，但他说他的指导灵没有给他讯息，可是给他一个陪伴还是什么感觉，他就会觉得没有连上，然后让我因为他可能没有感觉到，只是他没有像我这样聊天坐上而已，对，他只是很静的坐着，然后就想说我要怎么降频，可是我很不会降频，因为我一直跟Ring相处，一直就是往很高的频率上去，对，不过就是这是我的第二个服务啦，就是通灵课。那你通灵课的名称你想改成什么？名称它其实有一个正式名称，叫做8个字，叫做灵魂觉醒，与神同行。哇，那我当时是一个应该是高我的给我的讯息。我当时为什么要取灵魂觉醒？就是我早就已经定位好这堂课，就是我还没开课之前啊，我一直觉得这堂课会对我们的生命蓝图有改变。因为你频率会提高，所以那怎么频率提高？你的灵魂要先觉醒，那觉醒之后与神同行，那个神指的是你的指导灵，与的指导灵对一起同行，与指导灵一起同行。那因为如果你频率维持在原本频率，你可能会连到鬼或连到灵，这很正常，因为同频嘛，所以我要先提高你的频率，再让你去连啊。我很有感。你有感念，你最喜欢连到鬼是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他们会来找我会来找你其实你频率提高了，他们也都在，我们共用同一个地球，只是你连到的维度会不一样，你维度提高，你连到的维度会不一样。对对他们都在像我们这样对话，其实低灵也在，高灵也在，这是同时存在的。对，它的低跟高是用频率高低来分的，用一种对能量状态，比如说低频的是执着愤恨委屈然后害怕的，我们认为的负能量都是低频的。那高频的就是喜悦像 Ring 这样子每天都在跳舞开心唱歌的，喜悦开心快乐，然后无所事事无所事事，一个耍废的人。会不会什么西方极世界其实是像他那样子，每天可以飞飞的，或是对天堂，对天堂，对，像那种环境，像那种我们期望的那种高频或者那种舒服的空间，对，是的好，所以我现在先跟小明聊到一个段落，然后关于小明的，等一下我要讲什么？那我们先来通灵好了。可以啊。好，也可以穿插，对，可以穿插。如果说你觉得有一个段落 Ring OK 了，想要先问我也可以先断线回来，之后要连也可以，我们是可以穿插的。好，那我想想看现在要怎么进行。那我还想再多问你一点好了。真的好吧。我要把我的什么生日星座都告诉你们，这样你的多问一点不是这个意思。好，那我就继续咯。好，所以小明现在已经全职在做身心灵工作。对我去年10月离职。然后我赌我的家人不会看到你的节目，是因为我的家人不知道就是我们学身心灵有个困扰，你的体悟是不能跟家人说的。为什么？是因为人家都会担心你，比如说你会进入邪教啦，然后你会被朋友带坏啦，还是怎么样？我只是稍微的试探，跟我妈说，
假如有一天我听得到神明的声音，会怎么样？那个就是指 Ring 的声音嘛。然后我妈就说：“你是指你突然听得到吗？”我说：“不是现在，我是说假如啦。”我妈就说：“如果你假如突然听得到神明的声音，就代表你走火入魔了。”哇！然后我想说，奇怪，凭什么？为什么？你妈不是？我妈是机身。对啊，我就想说，你可以听得到神明的声音，你可以，我不行，为什么？她还觉得你走火入魔。对，然后我就呛他嘛，我说为什么？然后他就说，我们是正机，就是我们有闭关，然后我们有经过1个月的苦修哦，他们会去很偏僻的山上啊，苦修就是只能徒步，然后去山上住吧。然后反正就是，然后就是过很原始人的生活。我妈还睡在我们不是客厅有神明厅，你们有吗？有神明厅吗？有。然后我妈会睡在神明厅下面铺红色的，我忘记了。她说会睡在神明厅的下面，反正那就是一张桌子，睡在桌子下面超奇怪。她睡1个月，哇，那就是很传统的机身的培训。我妈就说我这样做，而且我每天都会静坐3小时。我妈每天都静坐3小时。我哪有3小时？我要上班呢。对，我还要上班呢。然后他就说，我做那么辛苦才听见，你什么都没做，你听见，这不是鬼是什么？我就说有道理耶，我开玩笑的啦，我什么都听不见哦，我只问好玩的。那一天之后我就知道我妈不能接受，因为她明明是做这相关的，可是她的想法或者信念，她不支持到你的这个工作的，因为他认为你没有透过正当的修行，连到的就是鬼，也就是人类在学通灵最害怕的，我会不会连到鬼？通灵很危险，你随便通，万一通到鬼怎么办？有一些灵会假装他是正神，对啊，因为他们可以唤醒嘛。那他唤醒之后，换你认识的，比如说换个地藏王或换你喜欢的观音，就来骗你。可是他其实要跟你做契约交换。或功德交换，对啊，很多灵会干这种事情啊。我妈只是担心我这样子，我能理解啊，还好，我认为 Ring 还好，不是坏人，对。所以你的通灵课会教怎么保护自己，不要连到还是说已经拉到最上面了？对，不会有那些。我的保护就是直接自根，我不治标了，我直接自根。当你频率往上，你怎么往下连是很难的事情。然后下面的低灵啊，要靠近一个高频率的，它进不来，因为不舒服。它就像它也会不舒服。因为像我们频率很高的人，我们如果跟一个刚那个分手，然后情绪很差的人啊，我们跟他讲话，我们就很想远离他，就觉得你又在那边抱怨你男友，抱怨你女友怎样，我们就会想要远离负能量的人。其实是一样的，频率搭不上来，低灵是靠不近的。好，那我应该要去上课了。来啊！如果可以，就是。你就在台中上课？只有在台中，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课程很需要好的能量。然后我在台中的这一间教室，刚好老师是芳疗老师，就是他是身心灵老师，他就把场地，你看他就是很有，就是这边，他就把场地弄得很，你一看就是这里就超适合走身心灵的路线，因为很多人问我，你干嘛不去台北？台北超多会议室的，我头好痛。台北很多公共空间都是会议室，对啊，很难找到身心有那个身心灵的，可是不知道是怎么样。台北的场域很特别，它有一个急促感，还是台北的集体场域，所以我有看到身心灵课，但这里还是有一点我说不出来的哪里怪。对，我需要一个极度放松，然后因为我要协助大家把频率拉高，所以能量是我的考量。那你的通灵课是几天的课？3天。哇，3天，所以台北的朋友要下来住2天。对，好，是的，你可以住我家了。好，我再找时间。你下次是课程是几月啊？课程是7月。你是说下一期近期吗？对，近期是6月。那下一梯的话，可能是8月，2个月开一次。那6月跟8月。招几个人？一次招几个人？最多只能8个。那其实不多不多啊，因为场地太小了。场地太小了。再就是有个好处就是我需要每个人的场域都顾到，所以说我是有点像是很类似1对1哦，我每一个人都要去 care 你连到什么，
所以像有一些团课，有些很有名的老师，他一次就是30-40个，比如说有些阿卡西可以做到这样子，是，他没办法顾到每个人。对，他有很多个助教在协助这样。对，要很多个助教，没错。所以说我的课就是最多就8个，然后这8个有点像是1对1的，比较像这样。那我也喜欢这样。是，对，好。那我忘记接下来聊什么了，我想想看哦。就是我觉得好像可以直接进到 Rin 了吗？好啊，大家应该很好奇这个外星人是谁，我们来跟外星人聊天。所以我们来请问看 Rin 关于一些问题。那虽然刚刚小明讲了很多，但是我等一下也会问的是关于业力这件事情，跟大家很在意这个事情，跟刚刚小明已经说是愧疚嘛，那还有什么其他解释吗？以及时间是怎么解释呢？过去未来不存在，好，或者是未来是固定的吗？因为有些人说未来是 fixed 的。然后因为我之前有投胎到1970年，难道故事全部都已经大致都既定了吗？还是会有不同的改变呢？等等的，反正今天想要分享，或者直接我也想要知道这些答案，所以想要问 Rin。那现在就请小明开始准备。要连他了是不是？对，来，好，跟 Rin 聊天。那反正 Rin 没有他闭眼睛，那我就看镜头。没关系，你随便，你舒服就好。好，你可以问问题了。好久不见，Rin。你好，想要先请 Rin 自我介绍一下，或是先描述一下你在的环境，你看到的世界，你看到的地球是怎样的？好自我介绍是指我的名字的意思吗？对，或者是你的身份啊，你的指导灵等等的，你想怎么介绍都可以。好你们都称呼我为 Rin， 那这个是你们给我的名字，而我们的世界并没有名称，是因为我们都是用心电感应的，所以我们不需要知道对方是谁，我们就会知道他是谁这样子。那我的工作呢，主要是协助地球扬升，透过发光发热的方式。就是用频率影响频率，所以你会发现，如果小明活得越自在，他就会影响很多人，学他活得很自在。那这个就是用频率影响频率，我们不会指导人类，但我们会影响人类，这样子。我们所待的地方叫做昴宿星，地球它是3维的世界，那昴宿星呢，它就是4维以上的世界。这种世界没有你们所谓的那种有形体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幻化的。如果你们有机会来昴宿星的话，你们看到的就会是一片很亮很亮的光芒，然后就亮亮的。但虽然你们什么都看不到，其实这个光芒之中早就盖了非常多建筑物啊，或者是科技啊，或也有很多居民在里面。这样子，所以不管是建筑物、居民都是没有实体的，对，都是在一片光里面。对，是人类看不见，因为人类是用肉体，用眼睛。那我们的世界已经跳脱你们眼睛的层面了，所以你们才会觉得，好像没有其他外星种族，其实只是你们看不见，这样子呢。那最近我们美国有泄露一些那个外星人的一些机密资讯，比如说飞碟啊等等的。那些是他们特别想让我们人类看见吗？还是为什么？
我们故意让人类看见的是，因为地球是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星球，我们想要让它进入到下一个文明，所以我们想要让它的意识更扩展，特地派这些外星人或者是飞碟来到地球，是为了让人民可以渐渐的接受说这个世界其实是更无奇不有的，无奇不有。对，所以我们才会派这些飞碟来地球。那可以描述一下昴宿星吗？因为感觉这个名称很熟悉，可是又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存在。在你们的星际中会有很多其他星球，比如说天狼星、织女星跟昴宿星等等。昴宿星是负责掌管灵魂疗愈以及情绪修复的星球，所以说很多昴宿星的灵魂投胎到地球的话，它就会携带很丰富的情感，然后它也非常的共感力也会很强，会有这样子的特质呢。是，我记得我好像有带过昴宿星。会的，因为我们的灵魂会到处去旅行，除了你待最久的星球，其实大家会在其他星球间也会穿梭。那接下来就想问一些比较硬核的，关于业力啊，因为我们或是传统宗教都会认为，就是我欠对方的，我需要偿还，或是我需要做一些法会啊、念经啊、烧金纸啊等等的方式，才可以还这些冤亲债主。可是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呢？这个是你们的宗教所想出来非常有趣的一种说法呢，但从宇宙的角度并没有这样子的概念呢。你们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过得不开心或不如意，因此你们想要让生活如意一点而创立了这样子的一个流程。对，那其实呢，我们在地球会遇到这些剧情啊，它是有很像你们的业力的概念哦，就是我们希望能量是可以平衡的。所以如果说我的前世啊是有一些愧疚感的能量，那你这一世就会去偿还那个愧疚感。怎么偿还呢？就可以透过各种的剧情。因此行为它只是一种我们在地球体验的物理现象，但我的愧疚感可以偿还的方式有超多，所以不代表说他打你才是你们互相的需要平衡，不是，他可能可以用情绪勒索你，或者他可以跟你冷战，种种的行为只要能让你偿还到你的愧疚感都可以。因此表象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内心的能量平衡的状态。愧疚感会有偿还完的一天吗？会的，感觉会一直很愧疚啊，一直陷入在那个不知道怎么说情绪里面。对的，这是人类的特质，是因为来自你们的教育，你们的教育一直在指导你们要批评自己，所以说你们就会觉得，如果今天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你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你们都不会想过有没有可能是别人做错，你们都不这么想。你们的教育教你们要自我检讨，要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那这样子的教育会让你们陷入无限的内耗。所以说你说的没有错，偿还为什么会无限的继续偿还，是因为你们没有想过有办法偿还干净的一天，你们会一直思考还有哪里做得不好，那怎么样偿还干净？一旦你对这件事情毫不在意了，你就过关了。毫不在意了就过关了。所以即使我做了什么伤害人的事，反正我觉得我没差，我已经 OK 了，或者我不需要再偿还，或者是说反正我就被安排来做这件事情。对，为什么可以这么想？是因为从宇宙的角度，它没有对错。很多人会问说，为什么宇宙允许就是低频率或负能量的事情发生？这个问题就好像你们只允许有太阳有光明，但你们不允许黑夜，你们不允许月亮的存在。宇宙讲求的就是一种平衡，有白就有暗，有光就有亮。对，它讲求的是一种平衡的。那所以我们以往往往认识到业力其实不需要，我们也不需要因为我钱是欠他的，所以我就一直忍耐一直忍耐，想要可以怎么平衡呢？我觉得我不要，我受够了，我就可以那些伤害我的人，我都可以把它从我的人生清掉嘛。
因为人类他们有情绪的概念，就是喜怒哀乐，所以如果有人类让你不舒服，但你同时有个信念，就是说，哦，是因为我前世伤害他，所以他这一世来让我不舒服的。如果你目前具备以上这些情况的话，最快的方法就是远离这个人，你要远离那个环境。你们是人，你们有情绪，你们要从这样子的物理环境中去修炼，去看透，会有点困难。你先远离这个环境，先让自己的心能量补充回来。当你的心安定了，你可以思考更多事情了，你再回去跟这个人类磨合看看，你会发现你的心的能量更强大了，你更容易跟他相处了。了解。对的。可是我记得，就是我们之前录过很多前世啊，就是很多人会选择去用伤害人的方式嘛。可是，所以伤害人的一种方式也是需要的，或是也是，比如说屠杀等等的很多种伤害人的方式，这也是因为我需要平衡我的愧疚，所以我选择被他伤害吗？哦，这是其中一个而已，其中一个，还有很多个层面。比如说，如果是大规模的屠杀，他们通常是指有期待任务的灵魂，执行这个条件是为了让这个地球的文明进入下一个层次。如果这个事件不够大的话，你们集体意识不会改变，不会愿意去思考人性那一块。哦，所以像是我们最明显就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也是因此很多人类在思考为什么有人会这么顺服希特勒啊，顺服纳粹，搞不好他们没有觉得人性有问题吗？为什么可以杀人？所以这也是为了让我们地球人来反思，不论是纳粹啊，或者是原子弹，都是类似的。是的。如果说你跟随着某个领导者，并且相信你们的信仰，这个领导者所做的一切是没问题的，你是不带愧疚感的去屠杀别人，这样你下一辈子也不会有什么好偿还的，你的能量并没有卡住。那为什么要有大规模的屠杀？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事件下来，才能让你们人类发现你们不应该再残害人类了。你们当时具备了可以毁灭地球的武器，我们为了阻止你们，因此我们派了一个人下来做大规模的屠杀，让你们理解到人类应该要彼此合作，彼此包容彼此，而不是互相残害，互相你争我夺。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也是一种爱吗？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有些人会觉得，为什么有人就可以一直伤害人啊？他没有同理心，他没有同情心，或许他也是一种爱。只是层面不一样。用人类的视角，它不是爱；但你站在宇宙或站在地球集体的视角，它会是爱呢？是视角的不同。所以像我之前催眠解读到的，我前世怎样讲被欺负、被伤害，也是为了爱，为了让我体验痛苦。你说你解读到前世你一直被伤害是吗？对啊，对的，就是因为我们期待的一种对人类的爱与慈悲，你有时候会想要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一个心灵能量的平衡，它就是一种赎罪。所以说有一些人类就是如果你要欺负我，他第一个就跑走了，但你不一样，如果人类要欺负你，你会有一种好吧，那我来承受吧。所以就是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出不同的个性，他想要呈现的方式不一样。我们永远可以跳脱被欺负的剧情，永远可以。对的，但我们会选择待在被欺负的剧情，其实背后是有更深层的含义呢。了解，所以其实我也可以不需要再体验那些很痛苦的前世。如果我在轮回，我可以去开心的活着，我不需要让自己再被伤害。对的，但你的信念一定要改变哦。你要改变成是你不需要再替人类做点什么。我们太想要帮人类做点什么了，导致我们需要用亲身的经历来唤醒某些力量。那如果你的信念变成说，我这一世就活得轻松开心，我也不在乎任何人，你才有办法达到那样子的状态。
为什么会说是替人类啊？因为我不是人类嘛。对呀，但你因为我们内心一直卡着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一种，叫做有点叫慈悲的能量，就是会觉得人类很辛苦啊，很可怜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替这一群人做点什么？就是这样的慈悲能量导致你会想要，比如说所有的罪都你来扛，或者是你来体验他们要体验的痛苦，转交到你身上，等等的。对，可是那为什么人类要体验痛苦？是因为来地球就是为了体验，所以不论是好的坏的，或者没有好坏，就是痛苦的也要体验的意思吗？哦，对的，我们会从某些体验中有所学习，但这些痛苦的体验不是一定要的。我可以体验一下下，并且不需要再体验，但你的信念要跟上。比如说，有些人会认为说，你们有一句语言叫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改一下，不需要吃得苦中苦，也一样可以成为人上人。对的，有一些信念限制了你们。因为往往都以为我们要先痛苦过，先经历过那个低潮，我们才可以到我们想要的未来。这样是对的吗？就像是以前我们因为想要受苦，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好的未来。或许其实我们不需要受苦，也可以有那个好未来。答对了，只要信念跑到什么样的调整到什么样的状态，你就会趋于那一个状态。那要怎么调整信念呢？你要放掉你现在所在乎的东西，比如说什么让你受苦。如果说有些人困在家里环境的话，你就需要先放掉你真的需要跟家人连结的这件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如果是你的不舒服的来源的话，我们又因为爱的关系而跟他们连结，是因为我们也希望他们有所改变，或我们的关系有所改变。但这个对人类的修炼非常的难，你们可以先离开那样子的环境，让自己的心的力量先回来。有时候真正的爱不是把彼此绑在一起，而是我们各过各的，我们彼此安好，但我们的心一样联系着彼此。对的，这样才是真正的我们让双方都有各自的空间成长。所以现在像是我想要做身心灵的工作，但是我被我妈说不准，会走火入魔，所以也是需要可能要离开家里，然后让自己有一个自己的空间去做会更好。那如果是物理上无法离开，那你就心灵上去离开就好。比如说我自己做所有的身心灵的事情，但我都不要跟他讲啊，这样也可以。好。就像小米一样，他的妈妈完全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他的妈妈其实都知道他在做什么。是哦，因为他妈妈旁边的神明都会偷偷告诉他。但他们两位很妙哦，他们选择彼此尊重彼此。不打扰对方。对，因为你不讲，我不讲，我们默认，这个才是人类最舒服的状态。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一定要讲得明白，然后把彼此绑在一起，各自有各自的空间成长，这才是我们来地球的目的。所以这才是来地球目的，就是各自有需要体验的，需要空间去成长的，需要去玩呢，或者是有时候真的是要体验那个痛苦的。对的，对的。然后我们在地球它是三维世界，所以你们要出生在地球就必须要透过出生，就是你们要有一个爸爸妈妈，你们才能生出来。这个是必然的，就是因为这是三维物质世界，但你们人类总是把家人看得太重要了。这只是你来到地球的某个方法、某个来源，但不代表说你整个世界都要绑在家庭。是这个概念。好，所以我们可以改变，我们不要被受苦，无论是伤害我的是爸妈，或者是任何人，改变这个环境，去想要的未来。对的，那要得到这个未来，首先是信念，你要放掉对这些人的所有的掌握跟控制。简单来说，就是不要在乎他们，谁让你不舒服，你就不要在乎那个让你不舒服的人。你越是那种心灵越轻松，越不经意的，越是这种有点像藐视他，或者是早就看不上他的，你的心情就会越来越开阔，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得到你想要的那样子的未来。是，对的。突然想到一句话，就是吸引力法则会说，
信念创造实相，所以也是因为我们的信念，不论是潜意识或者是头脑的信念，影响到我们要去的未来的意思哦。对的。那这个信念指的会是刚刚所说的能量啊，或者是你的框架。比如说，我真的很相信我需要跟我的家人绑在一起。如果你这样子深信不疑，就算你内心想的美好的未来，你也到不了，因为你还是想要跟某个人绑在一起。好，我觉得我需要改变了。你要做什么改变呢？我要搬家，很好。我要说出我真的话，因为我不敢跟我爸妈说，然后他们总是在保护我，就觉得这些是不好的，或者这些是危险的，等等的。对的，对。可是从宇宙的角度，有好与坏吗？没有。有没有危险？没有。然后如果你能成为一个不怕死的人类的话，就算你明天死掉了，但你已经不怕了，你也不会在意。如果一个人类可以达到不怕死的状态啊，他只会想要在这一世过得精彩，而不是在这一世过得长命百岁。不怕死。对的。对啊，我会发现我们很多人想要长命百岁，可是老了退休后的生活就很无聊。对啊。所以应该是要活得好玩，精彩，活得好玩，精彩。对的。好，那接下来想问关于时间，因为我们刚刚说信念会创造实相，所以也是会有很多不同的平行世界的意思。对呀。那要怎么跳过去呢？就是要用频率去影响频率。你的所有的蓝图跟剧本其实已经写好了，但它的剧本多到好几万个选择，就是你们的平行时空。但你们的下一秒会踏入哪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这个还没有规定。那要怎么样去媒合呢？取决于你当下到底是什么样的频率状态。假如你当下是高频的，你下一秒就很容易进入高频的那个剧本。你当下是低频的，你下一秒就会进入低频的剧本。我举个例子，有些人类你会发现他的生活中总是可以跟各种人类吵架，比如说他去路上走路就跟路人吵架，买个东西就跟买东西的员工吵架，生活都一直在吵架。那有些人类很特别，他处处充满着幸运，走到哪里人家都会跟他好声好气啊，或者他总是有幸运的事情发生。明明都活在同一颗地球，怎么好像活着两种不同的人生？就是指这个意思，就是你们的频率，对，内在频率。因为我们往往会以为这个人上辈子修了福报，有好的阴德，所以他才会很幸运啊，什么的。原来如此，这也可以。如果你们有些人相信的话，如果他用在好的地方，比如说你就是那个幸运的人，你就去相信这件事情。那你刚好是不幸的人的话，这件事就不太符合你，因为它是限制你的。这个信念反而很缩限你，你会认为你自己是罪人。对，那这个信念就会变得很有框架，很有限制。确实，因为我读到很多钱之后，觉得我很罪恶啊，我很烂啊，所以难怪我要一直受那些痛苦。对的，因为你不小心当真了，你信了。对的。那要怎么提升频率？因为频率会影响我们去的平行时空，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吗？首先要透过觉察，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你一定要去觉察当下的你到底在干嘛。怎么觉察呢？你需要跳到第三者的视角。我们现在都是第一人称，所以我们的所有体验都会把它当成我的体验。但你现在要往后退一步，你要变成第三者，去看看你在干嘛。所以它会变成这样子哦。比如说我今天小明的身体在跟你讲话，所以就要站在第三者说，我现在我正在操控这个身体跟一个人类讲话。那我们来应用到其他的情境，现在吵架了，我就要觉察我现在这个身体正在跟某个人类吵架。那为什么会吵架？我因为感受到什么什么的委屈，所以我想要跟他打抱不平，我要跟他争论。你透过这样的觉察，你会越了解那一个引发你爆发的点到底是什么。对的。那这样子一定要透过第三者的方式，因为你站在第一人称，你们都会陷入剧情。对，就会觉得他就是对我不好，我就是要骂他。那站在第三者视角，你才能客观
才能去找出真正让你爆炸的原因。是。那找出之后呢，就需要观察它，也不用改变它，你就观察它，对，观察它就好了。观察它，比如说我跟人类吵架，就是因为他骂我，但我小时候妈妈跟我说做人要有礼貌，他凭什么骂我？我发现了，原来是我妈妈跟我说要成为有礼貌的人，我看到不礼貌的人我就不开心。看见了之后就看见了，就观察它就好，不需要刻意做转换啊、疗愈啊，都不用，也不用。对的。所以假设我跟我妈妈，我反而是很想迎合或配合我妈妈，反正我要看见，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的我觉得，因为我妹很不乖，所以我这样做会比较得到爸妈的爱，所以我就会即使想要搬出去家也不敢说，然后就到现在还是一个乖乖的样子。那我就从第三者人生观察我这个人类。跟这个我妈妈这个人类，其实我有这个模式，那其实是因为我想要被爱，但是怎么办？但是我们要思考一个点，但是人类真的需要透过别人的爱，我们才值得被爱吗？能不能不用透过任何人的爱，我们也可以爱自己呢？那再转换个视角，为什么人类想要爱？没有爱会怎么样？为什么想要爱？对，就是你刚刚的觉察非常好，然后觉察到之后就多问几个不同，就是不同于现在的信念，然后去打破它。像我刚刚提问的几种不同的方向，就可以打破你原本的信念。是，那你就会变成我需要被人类爱，变成我干嘛无缘无故去找爱，好像不是很重要就会变成这样。所以我来分析一下我自己，因为我想要被爱，因为这样我才有存在，或者是我才会被看到，我才可以，我才活在这地球上。可是，我本来就活在这地球上啊，本来就是那对。然后我透过去跟我妈妈要爱，反而在以限制我自己。然后我如果不被他爱会怎样吗？我都这么大了，我这年纪我不被他爱，我也没事啊，我也可以好好活做我自己啊。所以因此我可以不需要为了装乖小孩让他爱我，所以我这段链条就被打破了，我就可以去你的，我可以离开家里。答对了。如果我们在意什么，我们就会被所在意的事情绑架。一个人类在意爱，只要另外一个人很懂得情绪勒索别人的话，他就可以用这件事情绑架你。但什么东西最大？已经不介意的人最大。我已经什么都不要了，所以我也不在意你的爱了。一旦你开始不在意另外一个人类，他做的所有一切对你来说就叫做没有意义，因为你的心是无法产生波澜的。那这个情况都会发生在分手的两个人类身上。一个可能不在意，一个人很执着，或者想被追回去的话，就不在意的人最大，他完全不会受到对方的影响。你可以这样就发现人类的心其实它的变动是可以很大的呢。对呀，然后换个信念就好了。换个信念就好。对呀，好的，可以今天在意，明天不在意没有关系。所以我可以理解。那我们这样就可以换到不同的平行时空了。对，因为你已经改变了，所以说我们不要成为圣人哦。可不可以今天不在意，但明天不小心在意又爱回去，可不可以？可以。生而为人来地球就是要来玩的，没有人要来这里当圣人的。但你可以学会，你一旦自己操作过切换平行时空或切换频率，你自己操作过，你会了，你就会熟能生巧，渐渐的去切你想要的那一个平行时空了。但学习切换的过程对你们来说是格外重要的呢。那比如说刚刚讲到觉察可以切换，比如说我刚刚觉察到我这个过去对妈妈的这些东西，对，我可以怎么切换呢？还是说自动的模式就会切换？你已经觉察到，当你的内心已经发现我不需要再得到爱了，就是生而为人为什么要得到爱？爱到底有多重要？就很像人家告诉你外貌很重要这种概念，那你已经看透了，你不需要再索取爱了，你跟妈妈的相处就会变得很冷淡。如果说这个人有很激烈的行为反应啊，
在你身上发生了，你会用一种很平淡风轻的视角看着它，你的内心也不会受到它的攻击或是对攻击，没有错呢。是就是你活在同一个空间，但你的心境已经就不会受影响了。就像小明刚刚说阿嬷的那个心境完全改变，就对，是对的，所以其实这样我改变，其实就已经换到不同的平行时空去了。对的，然后对方也因为无法再情绪勒索你了，他就要换策略，他会想办法，刚好这件事情也可以让他自我成长啊。所以反而我一直假装是一个乖小孩，我妈也没有到成长，她也还在过去的惯性的模式。他还是学会掌控，没有错。对，那我也是一直被压抑住，还是在过去的行为模式。可是或许我们都换一种模式，他也去学习新的模式，我也去学习新的模式，这也是爱啊。没错，对，爱是不同层次的，不会只有光，不会只有光。对呀。那换平行时空后，身边的人会换吗？会的，不同频的人他会渐渐的跟你渐行渐远，所以说你频率提升的话，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聊不起来了，或有些亲朋好友也不再来找你了。是，那有可能你频率越来越高，像小明这样，你可能会过得比较孤单一点，因为同频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确实。可是即使这样，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开心。对呀，你会发现原来一个人什么叫做自在，什么叫做自由，你就会好开心哦。每天起床例如小明每天起床只要搞定吃什么，因为他一天只吃1餐或2餐，他解决了就是基本人体的需求之后呢，他接下来就是享受他的人生。了解。所以我们可以往我们要的未来去前进。然后不论是改变我们的信念，然后去觉察，去发现，然后就可以改。所以反方向是不是很多人没有在觉察，他就可能只能在他的灵魂蓝图的剧本去持续的去学习？对，会一直陷入无限的轮回。如果没有觉察的话，甚至认为说我是来还债的话，就会一辈子还不还。可能不是一辈子，可是数辈子还不还。对的，对的。所以只要改变信念，才能改变剧本。所以其实我们不是来还债的。对呀，没有什么好还的。我们是来体验的，而是来玩的。对的，对的，没有错呢。果然是好。所以关于时间这方面，我好像问完。所以只是我们频率会对到不同的平行时空，所以我可能对到的平行时空是比较低频的，我就会遇到伤害人的事件。所以只要我也不愧疚，或是那本来就是因为那个平行时空会遇到的事情，所以不需要因此愧疚，就可以让自己往高频的方向前进。对的。那由于你们住的地球是3维世界，不管你的频率在哪里，可能有些国家还是会战争，所以不会说我现在频率明明那么高，我怎么还会活在有战争的世界？这个很正常。但频率高，看事情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有战争又怎么样呢？或者是我又看到有人欺负我了，因为你的频率高了，你就不会把这个视为一种欺负。你可能更有办法让这个能量就这样流过去，你继续过你的生活，不介意他的欺负。所以频率高的世界还是会遇到一些对人类来说不舒服的剧本，但你的内心让它过去的时间就越来越短暂，一下下就过了。那我了解了。接下来是想问时间这个议题啊，因为我有接到前世是投胎到1970、80嘛，所以其实会不会我们其实地球的时间也是其中一个剧本，我们可以选择我要投胎到2050或者是1920等等的。对的，没错。所以说投胎不会一直是往未来投胎，我们也可以投胎到过去，是可以的呢。所以比如说我们一般都以为我的前世其实是可能是民初或者1920或者1600或者是更久远，可是或许不是，或许我的前世反而是在未来。对，没有错。因为现在地球人口越来越少嘛，所以我们会以为是不是很多人投胎不进来这个世界，或许不是，只是他们想要去其他时空而已。对的。那最后就想问时间，现在、过去、未来不存在，那什么是时间呢？
时间啊，它其实啊不会是线性的，它会是彼此影响彼此的，所以把所有的点都要连起来哦。你今天的改变就会影响你的过去跟未来，所以说未来的你改变就会影响你的现在跟影响你的过去，反过来过去的你改变就是影响现在跟未来，这是人类常常理解的。所以节点这些点啊都是连在一起的，一个改变，其他两个会跟着变。所以像比如说我想要减肥，我现在开始减重，吃很营养的东西，未来的我会去改变，或许反过来变成未来的我想减肥，我现在就变得很胖。你再说一次，我听不懂。因为想想看怎么说。因为今天的我想要减肥，所以未来的我就会变得很瘦。所以反过来就是未来的我很瘦，曾经减过肥，所以我需要一个胖胖的身体的现在。对，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其实前后都会交叉。对的。那反而我们会有办法联络到未来的我自己吗？透过通灵啊、意念啊。可以。我想想看哦，你有没有发生过某一些行为？比如说，你曾经去了某些地方，第一次去，可是你却觉得格外的熟悉，是有。或者跟某一些人的相处，也会觉得格外的熟悉。有时候它不是过去，有时候是你不小心先接到未来的情景了。你曾经先体验过了未来，因此你在你的时间线再跑到应该发生的那个未来，你就会觉得怎么又过了一次？对，所以这都有，前后都有。没事。我了解了。所以我们刚刚说了很多的平时空，未来的很多的平时空，所以会不会很多的平时空的未来，很多的平时空的过去，我们只是在走出一条自己的人生的路？对的，根据你当下的频率，然后并且逐出当下频率适合的道路。对。我了解了。所以人生其实我们一般会以为人生是固定的，就像是占星啊，或者是八字那些已经把你的人生大大小小的事都说好了。可是可以改变那个命运这样子。对的，没有错。平行时空是很多个可能性的。如果你现在过得不好，你就要相信目前有另外一个版本的你逍遥自在。好，那我就把我信念想办法改成跟逍遥自在的类似的信念。或者可能是这样的感受，这样子生活的我。然后我往那个生活的我迈进这样。很好呢。好的。最后就想问 Rain，关于很多人会内耗啊，这为什么？是我发现好多的自己在打架。没错，人类的内耗来自于你们的教育一直告诉你们不够好，要自我检讨，还有你们有竞争的概念，你们认为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你们需要竞争，这样子的信念就会让你们一直往自己去检讨。如果说你们不再需要跟人类比较了，你们也不需要竞争。如果你们的教育是从小就告诉你们，你们活着就很好，就很有价值了，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你只要像树木一样、花草一样活着就是很有价值了。那这样子你们就不会有内耗的概念了。所以其实也是刚刚讲的信念的影响，我们教育影响了我们的信念，觉得要互相比较啊，比分数、比成绩，等等的。对的，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用这样子的信念来符合自己喜欢的样子哦。我举个例子，有一种人他会说，我觉得我很烂，但我从来都不明白那个烂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得跟什么比，你才能觉得很烂。然后有些人就是我比收入，我收入没有赢过人类，或者比工作性质，可是我的工作性质很不开心，别人是做开心的，我是不开心的。不然就是比感情，我的另外一半，我的家庭，我的什么什么不好，你们总是有无限个可以比。反正你们不管比什么，你们都想要证明自己，我觉得我就是很烂。所以这种人就是在找一个信念去抓着不放，因为如果他今天
找到他可以，因为一体两面嘛，有没有可能你的工作你抱怨那么多，但也有好的地方？是啊，对呀，比如说他很轻松，虽然他只是薪水少，他很轻松，或者他薪水其实很多，但他有点累。那你为什么不去看很多薪水这一块？你要看你要看很累的这一块。如果找到了可以夸奖的地方，他不能说自己很烂，这个就是与自己的信念不符。如果人类过得很信念不符的生活，他就会形成价值观的崩塌。那这个人他就会活不下去。所以所有的人类，所有的自我内耗，都是为了符合自己的抓住的那一个价值观，这样子呢？所以我们应该要去觉察自己的价值观或者信念的意思。没错，要站在第三者的视角去观察自己到底在干嘛。那当你发现了之后，再用其他很天马行空的不同信念去攻击他，看能不能击破他。就像是 Rain 刚刚问我妈妈不爱我又怎样？对呀，你一旦被你击破了，一旦发现我不需要跟人家比烂，为什么人都要比烂？好像是你们为了生存下去。如果你们活太好，你们发光了，其他人类会眼红你们，并且去攻击你们。所以有很多人类要把自己活得很局限，就是不能让自己太耀眼，因为你们相信耀眼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有些人的信念会是这样。对的。所以要不让自己很烂，是前世的自己想要保护自己。对，也有，这也是其中一环呢。了解。那我今天想问的问题大概到这边，谢谢 Rain， 然后很期待有下次再跟你一起录影。好。最后你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话吗？大家是谁？只是荧幕前的大家。理解啊。那我来读取一下。这群观众的能量频率，请稍等。好的。请问你的观众大部分来自天狼星人这个种族呢？挺有趣的。是的，是的。好，那请稍等，我来读取一下，有没有什么话是想要传达给观众的？其实看你的频道的人啊，他们就是在抓住一种可能性，但他们活在三维世界是很有局限的。看着你，他们看到了另外一种新的可能性，有一种觉得你越进步，那证明给他们看，原来人类也可以这样子试试看，那并且进步了，所以他们也在突破自我，你也在突破自我，你们是相辅相成的。当你越突破自我了，你的频率感染到你的观众，他们是愿意尝试看看的。所以说，你们是一群正在集体突破的一群灵魂呢。是。对，那想要跟你们说的就是玩得开心，这个世界并没有对与错。包含我们前面提到的大屠杀，它从宇宙的视角，它是一种爱的展现呢。好的，所以其实也跟我的频率有关，我也要越提升我的能力，或者我的人生要过得更开心、更自在。我们的观众可以一起加油一起成长。对，因为他们也在观察你，但你不要因此有很大的压力。如果不提升，可不可以？可以，只要活在地球就是很有价值了。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活在地球就是很有价值。对。那要提升或突破自我，那个你可以理解为新的剧情，就像我好多支线任务一样。但我的主线任务有没有完成呢？有啊，就是活在地球这一个最简单又无聊的主线任务，你已经完成了。其他有没有突破或者变得更缩限自我，那个都叫支线，一点都不影响。所以不用有太大的压力，一定要进步跟提升呢，这样子。因为刚刚Rain讲到，活在地球就是很有价值，我们往往会觉得我要做什么才会让我有价值，或我要努力证明自己我是有价值的。或许我们可以不用这么累，反正我本来就是活在地球，来这边体验就是有价值的。对呀，因为灵魂只是想要来体验一下这里的喜怒哀乐，并不是叫你们一定要来这里工作的。所以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想要的人生。对的，心境。
好，心境。对，改变的是能量状态。先改变心境。对，好，谢谢 Ray，然后我们今天没有问题，谢谢你抽空来跟我们讲这些，谢谢。那期待下次再见喽，谢谢你的提问，拜拜。谢谢 Ray。早安。嗨嘞。这里好亮哦。亮。对啊，因为我刚闭着眼睛。哦。哎呦，聊得很开心呢。对啊，聊得很开心呢。原来我是一直会选择牺牲受苦的人。对啊，就是其实你对人类深层中有一个爱，刚刚有感受到一个能量状态，就是你太喜欢人类了，所以你喜欢用一些很戏剧化的方式帮助人类扬升，简单可以这么讲。对，我一直以为我要来体验痛苦哦，不用因此我才可以更了解人类完全不是，是我想要帮人类受苦。对，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在。哇，对，因为你可能相信按摩，因为我刚刚盘腿，我刚刚快断掉。没关系。对，我刚刚也咖啡等起舒服。就是你可以理解我成为 Ring 的状态，我是没办法动的吧？就是因为他也没有那个神经，就是他没有痛觉，所以我最高有这样子，然后对方问了3小时。哇！我醒来我的脚没了，我刚刚一只脚麻了，所以你刚刚可以换了10个姿势有了吧？对啊，对，我刚刚聊到哪里？就是我曾经是想要帮人类做些什么对，就是想要有点像你来扛，然后就是来自太爱人类了。对，真的不要那么爱人类。或许我要更多爱自己更多爱自己。对，那在 Ring 的概念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要爱人类来扛，就是因为这其实也是可能我们也在爱自己哦。就是我们有一个价值观，就是我想要扛，如果你不让我扛，我还有点不乐意啊。就是不拜托让我扛这些痛苦，拜托，这样才符合价值观。因为我听不懂的是爱人类，我也是人类啊，我爱这些人类的时候。还是我是某个地方来的，我爱人类。你爱这些人类啊？我想一下，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内在有一种很善良的感觉，就是你知道人性本善，然后这些灵魂一点都不邪恶。你偏好这样子的看法。那如果有邪恶的事情出来，你会想说，那应该是系统出错了，那把这些出错的东西都跑来我身上，你会偏好这样子。对，难怪我这么多钱是在受苦，到底要受多少次的苦？真的不用玩得开心，对啊，你刚刚跟 Ring 聊完，有没有什么点你觉得很有趣的？我觉得打破质疑那个信念因为第三者视角，对，第三者视角也是对，信念原来其实这么影响到我们的人生，对，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只是欠债，所以要被他欺负。或许你换个视角，换他被你欺负也说不定。对，我们会有因果，这是安慰我们的话，但我们生活中也发生一些没有因果的事情举个例子，家人这种带着爱的人，如果他借你钱，其实有些家人他是会觉得你不用还也没关系，对啊。可是用因果来讲，就是你欠我，你本来就要还我，但现实就是有发生不需要因果解释的东西所以因果其实有点太牵强了，老实讲。但 Ring 讲的因果不是行为，不是表象这种我砍你，你砍我，而是我砍了之后有没有愧疚感。对，核心还是愧疚感，是能量。对的。那所以我很多愧疚感，因为觉得好像我愧疚感蛮多的。你愧疚感蛮多，对谁？这一世的还是别世的？应该是别世的吧，就会别世的。我好恶劣啊，我做好多坏事啊，我要去被当牲畜，或是被什么？你把你自己想象成你是自然灾害，对，大洪水。然后或者是那个 volcano 中的飓风，对，就是大洪水或台风。然后你看这些天道无情嘛，它不是就让整个村庄灭了吗？对啊。可是这些大洪水它不会愧疚对。但它有没有什么好处？我们应该是说大洪水他们干嘛这么做？
一定有一个原因，可是这不是人类可以理解的。是你要站在地球的视角，或站在宇宙的视角，站在宇宙的视角，它一定有一个原因而引发了什么大洪水或什么的。是，对，所以视角换了，或许我们这边原本以为是爱的，可能换了，其实这边原本以为是伤害，其实是爱，或者是什么的。对，因为宇宙它没有对与错的概念。对啊，所以你前世做了那么多坏事，但它可能会有发生的必然性。对，就是宇宙希望它发生。那谁要当这个角色，就算不是你当，别人也会当，反正有一个人会当，只是刚好你愿意当。对，就这样。好，我反而很好奇，我来问问看我的灵魂为什么一直要痛苦？可以吗？那我需要访问你的灵魂，还是我听？因为我没有这样过所以你会做什么事情？你真的要干嘛？就接讯息我就在旁边。对啊，好，请问我的灵魂为什么我一直要受苦？我是光之使者之一，只是我不是用量子形式，我是用实际肉身来这边的我，所以我跟一般地球来说，我比较像是光之使者地球版，而太有爱或是太有善良的我，常常就会觉得地球人太痛苦了，地球人太不舒服了，地球人太怎么样，所以我也想要协助地球人做一些什么事情。可是这么爱或善良的我不可能去伤害人，相对于来说还是会有啦，所以我会比较选择，不然你们来伤害我，反正你们来体验伤害人的感觉啊，这是你们需要完成的课题嘛，我就让你们伤害嘛，我就让你们攻击嘛，我就让你们杀害嘛，你们想要怎么对我都可以了，然后我就变成这样子。那是不是因为太爱心或太有善良呢？其实这也是我在学习怎么有一个善良的界限。到底什么样是好的善良呢？有些人他就要学体验被伤害啊，那他需要亲自体验，我没办法帮他做什么，我没办法帮他扛啊，我无法啊，所以我要体验到这是别人的课题，我不要干涉他人的课题，这是别人的人生，我不要干涉他的人生，我回到我自己就好了。所以灵魂，那我可以怎么改变信念，让我不要再被伤害，或者不要再体验痛苦呢？我注意到这一点就好了。当我发现后，我就理解到了，有些人他们要自己体验他们的课题，我无法协助，那我就过我想过的人生，就这样。简单有力又粗暴。对啊，光之使者是什么东西？光之使者就是带着任务的灵魂，不是每个灵魂都会有任务，所以很多人都会询问 Ring 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请问我来地球干嘛？可是有一些真的只是来地球体验喜怒哀乐，就是我体验悲伤，他也很开心；我体验喜悦，他也很开心，因为在地球以外，比如说其他星球就没有情绪啊，就是因为他们是光体嘛，所以他打不到对方啊，就是他会穿过去，所以他也不会受伤啊。对啊，对，所以他们都活在极度的喜悦之中，所以没有悲伤过。对，就是一个没有受过伤的人，他不知道什么叫流血，来流一下血好了。对，什么是痛这样子？还蛮爽的耶，对之类的。对，有些是纯粹的体验，但有些却带着任务，然后就叫光之工作者。那光之工作者就是要协助地球扬升，那它有很多层面哦，有一些是要做点事情才能扬升，比如说有些人需要开课，有些人需要影响到人类，那有些人不用，有些人是自己活得好，也可以，给一个频率的维持器之类的。对，那有些人不做人类的，有些人是做地球的。比如就叫做网格工作者，是对，然后让地球的能量稳固，所以光之工作者有好多种类，对，了解。那我来问问看，我有什么使命好了？你有什么使命？好，我要听。这是在这次是会有帮助地球养生的人，我主要是从旁协助的，我不是主要负责人。而我从旁协助就会变成我从我的生命中理解到、学习到的事情，或是我跟某个老师、高龄们学到的事情，我把它分享出来就够了。
就分享就好了。对啊，代表你是用频率影响频率的，没错，对的。好的，哼，所以那我该怎么？就是我继续学习，继续探索我的人生就对了。对。就我刚刚问了一个问题，我的 YouTube 该怎么提高观看量？观看量很差是不是？我觉得越来越低啊，因为你现在频率很差，所以吸引来的频率很差，观看量就很低。现在是需要让自己频率低的时候，因为要疗愈好自己，疗愈好过去的创伤跟痛苦。等把这些频率疗愈好后，把这些创伤疗愈好后，就可以回到高频。拿高频就可以吸引更多人，让频率像频率，让大家都来看，就这样。原来如此。好的，我了解了。话说我怎么变成自己在偷人？忽然想，我不会啊，我要连接 Ring 的是不是？没有啦。我想说，那你可以主要只有连接 Ring 吗？没有连接其他的神明啊，或者是都没有对，我最喜欢跟 Ring 聊天的，或者是自己的灵魂啊。有啦，有过啦，可是会怪怪的。对，就是那个怪怪的，就是我曾经有连接过很像高我的一个角色，是他会一直骂人呢。对，这就是我觉得最奇怪的。真的他就是有点太了解我了，所以他开始一直去攻击我所有的信念。比如说我可能跟他抱怨一件事情我是用自动书写的，我就一直打字手就会动嘛，对然后就说我觉得我过得很差，然后就开始骂我，就说你自以为过得很差，你要不要想想看你自己其实什么什么过来不错，就一直反驳我自己我就遇到一个一直反驳我的灵魂，那又那么懂我觉得他是我的高我，应该是高我，一直狂呛我，然后身在福中不知福，很多人都还在找工作你有工作你在这里在怎样，一直骂，所以我想说算了，Ring 讲话，你看Ring 讲话是不是人很好？对啊，我喜欢跟他讲话。对，然后很多人就说你那么有能力，为什么不连什么不需要，用不到。就是连100个也不代表比较厉害，就一个好用也玩得开心。虽然 Ring 是外星人，他讲的东西在地球没那么比如说他不能跟我说我做什么工作比较好，他也不能说乐透要买几号，他做不到，但他可以让我的心越来越敞开，然后玩得开心这样。对，我想来问问看那个人是谁，他们要讯息跟你说。有人来是不是？没有，我想问问看而已。好啊，那你跟我讲。其实他不是高我，那是一个指导灵。他让过很多次的人类，他觉得你已经很幸福了。对，他已经觉得你人生过得很好了，至少比大部分人都好了。你在抱怨什么？你在哭要什么？对呀，他讲话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对，他讲了超多脏话。这位指导灵是曾经是人类很多事，现在比较不想当人类了，所以现在成为指导灵，然后在协助光之工作者们。那他会用很直白、很直接的话去点醒，或者是跟他说明。但他的方法可能会让人家觉得比较不舒服，可是是他的风格，对他的 style， 对 style。所以难怪你会喜欢 Ring 的风格Ring 从来没有讲过脏话，而且 Ring 讲话就很慢，就这样慢慢稳稳的这样子。是啦，对，就会觉得很有趣像我本来比较不会连单一的人，我是会连自己的灵魂高我，或者是别人的高我。你很厉害，我做不到。或者是我会跟同事的灵魂聊天对，就是聊天吗？对啊，我觉得你这能力很实用因为我知道这是体质的问题就是像我就没办法比如说你刚刚跟你的灵魂聊天吗？还是高我聊天？灵魂，对嘛？我就没办法去跟你的灵魂聊天。真的我以为每个人都可以，因为我连接 Ring 的过程就是这是我的一个信念卡住了，就是说
Rin 跑出来了哦，原来 Rin 是这么的喜悦开心，我需要先调频到喜悦开心，我才能去连它。但我不知道你的灵魂的频率长什么样子啊，就像收音机一样啊，我调不到。直接问问题，灵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我就直接问灵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要讯息。我问，请问是哪个指导灵呢？他有什么讯息想讲吗？啊，这么方便哦。不是这么不公平，跟植物啊，跟你就直接对他说话就好了啊！懂，你这个技能还不错，就每个人有不同的天赋，我觉得这是一种天赋啊。对，很强哎。那你的身心服务会不会就是跟别人的灵魂聊天，或者是跟他的高我传讯这样子？酷哦，这很方便，因为我做不到哦。每个人来都会问我说：“请问我可以跟我的指导灵或跟我的高我聊天吗？”我说：“不，你要跟我的。”你不是跟你的，因为我连不到啊。所以还是能力不一样，天赋不一样。对，天赋不一样啊。我好像更知道我该怎么做，就是把我的学习分享出来这样子。对，而且你还可以连对方的。对啊，怎么那么强啊？你的能力，我觉得你很稳的，因为像我会卡住，或者是我需要一点时间去接受讯息，或者是我接受讯息也是不稳，或者我觉得有可能有些偏的啊。可能每个人的都有各自的擅长跟不擅长，或者对，是啊，没错。好啊，那我们这集好像差不多到这边了。最后，小明还有在宣传什么吗？没有在宣传啊。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宣传，大家尽量不要报指导灵咨询，因为1对1我觉得有点累。可能我今年是我最后一年做1对1了，明年不再做了。那下午茶也不做了？下午茶我想要换个形式，可能不是 Ring 了，我还在思考。对，我希望大家以上通灵课为主。可能是我太喜欢教学了。因为我已经当老师当了10年了。对。对，以前是英文老师。对。然后孩子们，因为我们现在录的时间呢是他们的会考，对，孩子们毕业咯，开心。对，所以我发现，因为下午茶是我连接 Ring， 然后让大家聚会，对不对？我没有参与到，我有一种我来地球，可是我们一起玩，就是那种失落感。我好想要跟大家有点共鸣什么的，所以我现在反而想要换的形式是我多一点但同时也会使用一点点 Ring 的能量我还在思考怎么做。对的，所以最重要的宣传，通灵课为主，指导灵咨询，好啦，也可以，也可以。还有一个要宣传呢，有东西要宣传吗？我的 podcast 对。我跟亨利东野，我们3个人的 podcast 叫做外星人来乱哦。那这个就是他们亨利跟东野超爱问问题的，所以他们会问 Ring 很多脑洞大开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观众会说你什么时候要更新？因为我的脑洞好久没开了，你有在听吗？有啊，当然有啊。有开吗？有啊，而且很多，因为我其实不需要承担那些啊，我可以就像说业力那些东西啊。因为曾经有一阵子我很低潮，觉得我很罪恶的时候，听到那一集，我们有在讲业力，我忘了，就是有，我觉得好像是那个东野问的。韩国的那个神秀、天机试炼对，好像讲到什么天命之类的时候，天命啦，讲到那相关的。对，所以那时候才传讯息说，好像不需要承担这些，对，我放下就好。或是有些人有天命，可他不想做，那就可以不做。对啊，是可以的，没错。对，我们的 podcast 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我一直都有在听，只是最新集好像还没更新，刚录了。我们好，对，我们就是顺流嘛。对，有录了。好吧，那期待你的 podcast。好，谢谢今天可以访问你，谢谢你邀请。录了多久了？不知道，1个小时多吧。对啊，能跟大家玩得很开心，然后也刚刚读到你的观众都是天狼星人，让我觉得很惊讶。我很惊讶，因为我记得我是天狼星待比较久。对，你是天狼星待比较久。没错，所以什么逻辑思考同频，会同频对，我觉得很好玩，好特别哦。所以录完了嘛？那我们要下次再见了，是吗？对，好，那谢谢大家看到这边。那如果喜欢这集，欢迎按赞、订阅跟小铃铛，谢谢大家，拜拜。